好了吗？等年底我们就去县城。小曼，磨磨蹭蹭干什么呢？收拾好了没？刘强，你他妈还敢来我家！山子，怎么跟你强哥说话呢？我当然是来接我的女人回家。你的女人，郭小曼，你跟她说清楚。他说的没错，山子，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你没听错，我跟强子小半年了，孩子都3个月。小半年，孩子3个月，那时候你还在跟我商量彩礼，你还拉着我去看县城的房子。山子，别怪哥们儿不厚道，谁让你那破瓜种不出钱来呢？哦，对了，我跟小曼年底结婚，你这个大媒人可得来啊！怎么凑不齐给小曼的彩礼钱，总该有份子钱吧？还不是青山挣不够钱，不然他女人能走？为什么？我对你不够好吗？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了。好，你对我好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能当钱花吗？你那点好比得上强子前几年带我去县城全国买的大3房吗？比得上强子在村里给我家盖的3层小别墅吗？你看看，张道勇欠800，王老四欠600，你帮他们种瓜施苗收过1分钱吗？种了10几年，就种出这一屋子废纸，擦屁股我都嫌硬。山子，听见没？你守着那破瓜有什么用？哦，对了，你那宝贝瓜种子呢？要不我帮你问问，卖给杂货铺当五香瓜子炒了，看能不能卖个几毛钱1斤？说完了。说完了就带着你的女人给我滚出这个家！疯狗一样。小曼，我们走，别跟这种穷鬼计较。刘师傅，来我们金穗村，白纸黑字，1年50万，只要打出名气，第2年立马给你翻到100万。您带出来的徒弟卖瓜的钱您抽3成，车给您配新的，住处我亲自给您收拾，比县城还好。周村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这辈子离不开杏花村。离不开？呵呵。周村长，是我青山。刘师傅，我等您这个电话等了足足3个月，你想通了？之前你说让我去金穗村的事儿，我答应了。好，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什么时候过来？我亲自开车去接你。明天一早，我在杏花村和金穗村的交界处等你。好，我明天一早就到，刘师傅，您放心，我们金穗村不是杏花村，您的手艺我当宝贝，您这人我当上宾，合同上的字儿每一个都算数，1分钱都不会少您的。喂，金穗村的乡亲们，都把手里的活停一停，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我现在向全村播送一个好消息，杏花村的青山就是那个凭一己之力让杏花村赚了整整500万的种瓜天才青山师傅。我没听错吧？哪个青山？杏花村那个？除了他还有谁？我的天，周村长把这尊大佛给请来了。杏花村那帮有眼无珠的蠢货，他们不认这块金子，把财神爷往外推，他们不要，咱们金穗村要。从今天起，青山就是咱们金穗村的人。刘师傅，你可算来了！我等你的电话可是等了3个月，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周村长，你好，我是刘青山。别叫我村长，叫我小云就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金穗村的顶梁柱。刘师傅，我周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合同上写的1年50万，1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只要咱们金穗村的瓜打出名气，第2年立刻马上给你翻到100万。你带出来的徒弟卖瓜赚的钱，你抽3成，车给你配最好的，房子我亲自给你收拾。刘师傅，他们杏花村不把你的手艺当宝贝，是他们的损失。咱们金穗村全村老少都等着给你接风洗尘，走，让他们杏花村那帮瞎了眼的狗东西看看，他们扔掉的是多大一个宝贝。
看到了吗，刘师傅？这就是我们金穗村，这就是人心。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青山刘师傅回家。师傅，这也太香了，我隔着800米远都闻到了。香，太香了！成了，成了！哇，这瓜就是咱们金穗村的金元宝啊！我说周村长，你电话里吹的天花乱坠，就是这个穷山沟，这地方能种出什么好东西？别是骗我大老远跑一趟。姓李的，你看不起谁呢？我告诉你，我们金穗村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刘师傅。哼，就他一个土老帽。行了，别废话了，瓜呢？拿出来我看看。要是敢糊弄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的天，这是什么神仙味道？我15000一车，这一车的瓜我全要了，马上立刻给我装车！我妈80大寿就用这个瓜，15000就买一车瓜，他是疯了还是我疯了？咱们的瓜成金瓜了，跟着刘师傅发财了。哎呦！喂，老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宝贝了，对，就是那个瓜，赶紧把冷藏车开过来，有多少要多少。妈，您尝尝，这可是我托人从山里给您找来的宝贝。儿啊，就是这个味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到头吃不上一口瓜。你爹娶我那年就是这个味儿，我以为这辈子都吃不到了。老李，这瓜哪儿买的？2万，我出2万一车，不3万，我现在就要。都别跟我抢，这瓜我要了，5万，谁敢跟我争，就是跟我过不去。4万，我出4万，55000，我要啊！老李，我给你6万。哎呀！各位听我说，这个得问周村长，我做不了主啊！周村长，加单，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随便你开。得排队，下一批瓜还没熟。喂，能听到吗？我马上到。什么？定金加倍？你就是把金山搬来也得等着。喂，都说了没有？各位，静一静。今天我张某人给大家请来一位高人，杏花村的新瓜王刘强，他带来的可是高科技无土栽培的洋品种蜜瓜。张老板您过奖了，各位老板放心，我这瓜用的是最新技术，数据化管理，甜度水分那都是电脑控制的，我刘强拍着胸脯保证保甜。呸呸呸！这什么玩意儿？又苦又涩，跟吃黄连一样。王总，你开什么玩笑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出货前亲自尝过的，甜得很。搞屁鬼！张老板，你这是拿我们开涮呢！这就是你说的青山蜜瓜。
王八蛋！这就是你说的高科技宝田？张老板，我不知道啊。我花大价钱是奔着青山蜜瓜这4个字来的，是奔着刘青山种的那个瓜来的。你给我弄的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儿？说刘青山呢？那个种瓜的刘青山哪儿去了？说，哑巴了！他跑了。好一个跑了！你还有你们杏花村，给我等着！尾款1分钱都别想要，后续5场订单全部取消，马上带着你的瓜给我滚出去！听说了没？隔壁金穗村来了个财神爷。什么财神爷？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一个种瓜的，就一车瓜卖了3万块呀！城里老板排着队送钱。3万？他那瓜皮是金子做的还是瓜李子是金子做的？这么牛？谁呀？这么牛？关键就在这儿。听说姓刘，年纪轻轻，本事大。你们说会不会是青山？放屁，纯属放屁！姓刘的多了去了，就他那个窝囊废，他那破瓜能卖3万，他做梦还没睡醒吧？可他种地是把好手啊！好个屁！他就是个穷光蛋的命。我告诉你们，绝不可能。他的瓜要是能值3万，我当场就把这块石头给啃了。啊！我娘啊！快看，这人山人海的比昨天说的还夸张。肯定是花钱请来的土，演戏呢。这套路我见多了。你没看见孙老板？咱们县首富孙老板刚掏了6万块呀，一整车全包了，价都没砍。6万，你听见没？6万，这他妈到底是谁呀？我不信，打死我都不信。走，过去看看，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我没看错吧？那是刘青山，就是他真发财了，6万块啊！强子，你快看，是刘青山，你说的那个窝囊废，他的瓜卖了6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刘青山，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托吧？花了多少钱啊？这哪来的疯狗，在这里乱叫什么？小刘师傅，要不要我叫人把他扔出去？强子，好久不见，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少他妈跟我套近乎！我没请托，孙老板也不是演员，我的瓜就值这个价。我想起来了，强子，你那天在村口说的话还算不算数？我说什么了？你说我的瓜要是能卖3万，你就把村口那块大石头给啃。现在是6万，翻了1倍，是不是得啃2块？快啃呗！就是，我们大伙给你作证。刘青山，你给我等着！我背后是省城的大公司，10几万的设备和扶持金，你一个土包子拿什么跟我斗？咱们走着瞧。怎么着？张老板的尾款没给你结？出了一点小意外，洋品种水土不服，第一查是有点问题，下一查肯定填。小问题，人家把合同当着你的脸撕了，后续整整5场订单全他妈黄了，你管这叫小问题？你懂个屁！我这是高科技种植，高科技哪有那么容易成功的？大公司技术顾问下周就到时候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刘强，下周你上个月就说顾问下头到，人家是大公司，业务忙，当然得排队。我怀了你的孩子，听见没有？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一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过一辈子。你今天就给我一句实话，那个狗屁大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当然靠谱，怎么不靠谱？10几万的设备白送给我，1分钱不要，这还能有假？那为什么你的瓜又苦又涩，连一个回头客都没有？为什么刘青山那个窝囊废在金穗村种的破瓜，一车能卖6万？闭嘴！别他妈跟我提那废物，他那就是走了狗屎运！运气
人家在金穗村2个月头茬瓜就卖断货了，你呢？你拿着全村人的集资款种出一堆猪都不吃的烂瓜，你现在连刘青山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郭小曼，你他妈给我闭嘴！当初是谁说刘青山一辈子都是个穷鬼，种地种不出青山，种地种不出钱来的？现在你倒有脸怪起我了？我是瞎了眼，但是我肚子里怀的是你的种，你最好赶紧把你的破洋饼种搞出点名堂来，不然别怪我让你断子绝孙。刘强，给我滚过来！哎，李大哥，大喜的日子，谁惹你生气了？你看看你这叫什么瓜？我儿媳妇刚进门你就让她吃这么个玩意儿，又苦又涩，你是想咒我李家一辈子过苦日子吗？啊！误会，李大哥，这绝对是误会，这是洋品种，还在技术磨合期。磨合你妈！刘强，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我老婆临死前就想吃一口青山种的甜瓜，你给她送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给人吃的吗？我的天，二牛叔老伴的白事，他也送的这种烂瓜，红白喜事全让他一个人给搅黄了，这是人干的事吗？都说了是技术问题，下一茬就好了。你们这群土包子懂个屁！听说了吗？隔壁金穗村来了个种瓜的财神爷。什么财神爷？有话快说。一个年轻人种的蜜瓜，一车卖了6万，城里老板排着队送钱，连价都不还。6万？他那瓜皮是金子做的？谁呀？这么牛？听说姓刘，叫刘青山，就是咱们村以前那个。周围在这嚼什么舌根呢？强哥，听说金穗村的刘青山一车瓜卖了6万，真的假的？放屁！纯属放屁！他那破瓜要能卖6万，我脑袋拧下来给你们当球踢！他种瓜确实是把好手啊！好个屁！我告诉你们，金穗村那是炒作，过2个月准崩盘。咱们的洋品种才是未来，大公司做后盾，1年保底1000万。1000万，强哥，我们入股的30万什么时候能回本？我家连棺材本都压进去了，现在连个水花都没看见。急什么？农业投资回报周期长，再等几个月，下一茬瓜出来，保证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喂，张老板。刘强，你个王八蛋！老子刚打听到刘青山早他妈被你赶走了。我告诉你，合同上写的是青山种瓜队，没了刘青山你算个屁！所有订单全部取消，你等着赔到倾家荡产吧！他刘青山凭什么？急有什么用？就你眼瞎了吗？张老板的订单没了，孙老板也他妈跑他那儿去了。再这么下去，我们连西北风都合不上。你以为我们的瓜卖不出去，真是因为瓜不行？那还能因为什么？因为人往哪儿跑，钱就往哪儿流。他刘青山把客户和游客全抢走了，那怎么办？舅，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我们的生意都抢去吧？我咽不下这口气。办法倒是有，他刘青山再有能事，种瓜也得用水吧？舅，你的意思是断水？咱们杏花村在上游，他金穗村在下游，中间就隔了一条水渠。只要在这水渠中间给他设个坝，他刘青山一滴水都没有，拿什么种瓜？拿尿浇吗？舅，高，实在是高啊！我明天就带人去把那水渠给他堵死。记住，事情要做得干净点，别留下把柄。我懂。就对外说，省里下来通知，水库检修要节约用水，先保证咱们自己的灌溉用水，天经地义。明白，我这就去安排。就这，我堵上。强哥，这水可不光是金穗村的呀，下游好几个村都指着这条渠活呢。咱们这样合适吗？他们是死是活，关我们屁事！我们杏花村的瓜都快渴死了，你还心疼别人？强哥，您消消气儿。可这事儿要是让镇上知道了，是要坐牢的呀。咱们犯不着为刘青山的小子坐牢，谁他妈敢让老子坐牢？我告诉你，
省里水库下的紧急通知，要大检修，随时可能断水。我们杏花村先保证自己的灌溉用水。刘强这为了跟青山斗，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小点声，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逮谁咬谁。都他妈聋了吗？愣着干什么？等我请你们吃饭呀！给我赌，一滴水都不准漏。强哥，堵死了。刘青山，老子要让你那些瓜全都烂死在地里！跟我斗，你配吗？师傅，出大事了！水！水怎么了？断流了，完了，这瓜再有3天就能摘了，3天没水，就得全裂在地里，我们这半年的血汗呀！是哪个天杀的畜生干的？这么缺德，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啊！师傅，还等什么？肯定是杏花村那帮人干的，我找他们去。走，我们大伙儿一起去找他们讨个说法。周村长，你先带一半人上山去找泉眼，把水引到渠里来，能引一滴是一滴。剩下的人抄家伙，跟我去杏花村。好，我们不是去打架，我们是去帮他们修水坝。果然是你们干的好事。哟，这不是我们远近闻名的种瓜天才吗？怎么着，瓜田里待着不舒服，跑我们杏花村来要饭了？把坝拆了。操！你说拆就拆，真以为种个破瓜了不起啊？看清楚了，省里下来的紧急通知，上游水库要检修，非常时期，当然是我们杏花村先保证自己的灌溉用水。有本事你去找水利局啊！什么狗屁检修？刘强，你就是嫉妒我们金穗村的瓜比你的洋垃圾卖得好。呸！我嫉妒个蛋！我们杏花村种的可是国外引进的洋品种，你们那土瓜喂猪都不吃。刘强，你有什么冲我来？但这条水渠不是你的，更不是杏花村的，而是这10里8乡共同的灌溉水源。现在你把水源一堵，让其他村怎么办？少他妈废话！今儿我就不拆，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杏花村欺人太甚，是你们先抢我们生意的，活该！都住手！我们今天不是来打架的，我想提醒你们，私自拦坝一旦去，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刘青山，你少胡说！省城水库检修，这里的水位很快就不涨了。都给我听着，今天如果让刘青山他们拆开水坝，明天我们村就会缺水。对，不能让他们拆。你们杏花村还讲不讲道理了？这片瓜田看着就喜人。镇长，您看，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刘青山种的蜜瓜，现在在省城那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稀罕货。哦，真有这么神？长得倒是不错。镇长，您尝尝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味道？甜，太甜了！没错，就是这个味儿。下个月的省农博会，咱们要是把这瓜送上去，那不得拿个金奖回来？走，立刻带我去见这个刘青山，我要亲自见见这位种瓜天才。水利站的电话还是没人接。我来找刘青山。镇长，您怎么会在这里？我听说他种的瓜都卖到省城去了，
刚尝了一下，味道确实不错。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见他。镇长，刘青山去杏花村找他们评理了。评理什么意思？杏花村嫉妒我们的瓜卖的比他们好，就在上游把水渠给堵了。就是杏花村的刘强和赵德仲，他们还说是省里通知水库检修，就是想让我们颗粒无收。你说什么？设坝截水？镇长，您要为我们做主啊！他们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对啊，胡闹，简直胡闹！带路，现在就带我去那个水坝，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们的胆子。刘青山，我警告你，你再往前走一步，老子今天就让你脑袋开花，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我劝你最好把坝拆了，放水，不然大家都不好看。放水？你算个什么东西？兄弟们，给我上！把这帮金穗村的杂阵腿全都打断，出了事儿我担着！都给我住手！是镇长，镇长怎么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刘强他们踢到铁板了。镇长，您怎么？你想干什么？聚众斗殴，还想杀人是不是？刘强，你是不是觉得你在杏花村当个村霸还不够，想去拘留所里当霸王？不是的，镇长，我没有。您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误会？那这个是什么？谁让你们赌的？谁给你们的狗胆？哎呦，镇长，您消消气儿，别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这是省里下来的紧急通知，说上游水库要检修，我们这也是响应号召嘛。省里的通知？哪个省？文件呢？你现在就给我拿出来，我看看是哪个部门下的通知。文件啊，在路上了，估计马上就能送到了。在路上？赵德厚，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喂，水利站吗？我是镇长张建国。我问你，最近有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水库检修的通知？报告镇长，没有，水库运行一切正常，没有什么检修计划。确定吗？100%确定，镇里和县里都没有下发过任何相关文件。水利站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嗨，马上把这个坝给我拆了，恢复供水！谁再敢拦着，我现在就让警察把他铐走！不准拆！不准拆！那是我们的水，谁敢拆？你们两个给我滚过来！说，为什么要接水？镇长，您听我解释，我们村这水实在是不够用。你们杏花村的地都快淹了，我看你们就是存心使坏。看我们金穗村出了新品种，你们眼红。赵德厚，你看看你那张老脸，当了这么多年的村主任，你就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你对得起谁？镇长，我错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一时糊涂。不是故意的。沙袋是自己长脚跑进水渠里的，省里的红头文件是你梦里收到的，你当全天下的人都是傻子吗？你们知不知道，下游不光一个金穗村，还有李家沟、王家坝3个村上千口人，你们把水截了，是想让3个村的庄稼全旱死吗？我们哪想得到那么多？没想到那么多，我看你是想的太多了。刘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那个洋品种自己种不出来，就想把别人的地弄死，这件事儿性质极其恶劣，我会马上向县里汇报，你们2个就给我等着处分吧。周云，有水了，我们的地有救了。走，回去浇地。记住，今年的农博会必须让他代表我们镇去参加。今天咱们能有水浇地，全靠刘师傅。要不是他，咱们的瓜苗早就成干了。我提议，咱们所有人敬刘师傅一杯。对，敬刘师傅。刘师傅就是我们金穗村的大救星。我这老婆子嘴笨，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刘师傅牛。我可听说了，镇长亲口说的，要让刘师傅的瓜代表咱们镇去参加省里的农博会。
这就了得！你就立马瞅你的大，咱就躺着数钱吧。哼，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们就做了白日梦了。大喜的日子，你在这阴阳怪气给谁看呢？我的意思很明白，他一个外来的，凭什么代表我们金穗村？我们村祖祖辈辈种瓜的老师傅，哪个不比他有资历？资历能当水喝吗？今天是谁带着我们找到水坝的？是谁一句话就让镇长给我们出头的？是你王老四吗？你资历老，除了会背后嚼舌根，还会干什么？我这是为了村里好，万一他去省里把咱们金穗村的脸都丢光了，这个责任谁负？拿奖不拿奖都是次要，把瓜种好才是本分。刘师傅说的对，咱们一步一个脚印儿，先把自己的瓜种好，比什么都强。刘师傅，你快给瞧瞧，这是我家地里今天刚摘的头茬瓜，你给长长眼，看还有啥毛病不？不错，甜度够了，但水分还可以再足一点。明天浇水的时候多浇10分钟。好嘞，我记下了，多浇10分钟。谢谢刘师傅。刘师傅，你说咱们金穗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会比现在好，会比所有人都想象的好。唉，以前这个时候，旅游大巴都来3辆了。哼，3辆！上个月这个时候，停车场都停不下，客人排队排到村口。我家请了3个帮工都忙不过来，现在2个帮工都辞了，就剩我1个。今天呢？你自己不会看吗？4天了，整整4天，一桌客人都没有。以前青山在的时候，我这院子哪天不是翻桌翻到下午3点？现在倒好。苍蝇都懒得飞进来。当初赵德厚怎么说的？说咱们村挣钱靠的是这山这水，跟刘青山1毛钱关系都没有。现在呢，山还在，水还在，游客没了。老陈，今天几件？0。什么？昨天是0，今天也是0，这1个礼拜全是0。我贷款投了20万装修，现在连利息都还不上了。喂，对，有房。您要几件？什么？你问村里还有没有青山蜜包要采摘？没有了，那个没有了。但是我们村有全新种植的洋瓜，特别甜。喂，刘强、赵德厚，你们2个王八蛋给我滚出来！滚出来！还钱！乡亲们，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好好说。我入股了2万块，现在民宿1间都租不出去。我的钱呢？你把我的钱还给我。我入了3万，家底都压上了。你们当初说的1年保底1000万呢，被你俩吃了吗？当初说好入1万给1万5，现在连本金的影子都看不到，你们就是骗子！吵什么吵？刘强，张老板的寿宴让你搞砸了，二牛叔老范的白事，还有李家的婚礼也都让你搞砸了。后面的订单全花了钱呢，我们的钱呢？那是技术磨合期。大公司说了，任何新事物推广都有阵痛。阵痛？我阵痛你妈！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他妈什么叫剧痛。我入了3万块钱股，棺材本都压上了，现在农家乐连个鬼影都没有，你跟我说阵痛？你急什么？新品种种植推广哪个不需要时间磨合？狗屁时间！刘青山在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时间了？游客自己开着车排着队来送钱，你们把他赶走了，换了一堆洋垃圾，现在跟我要时间？别他妈跟我提刘青山，他的破瓜有什么好提的？破瓜？人家现在在金穗村1车瓜卖6万，你那洋品种呢？6块钱都没人要。你们懂什么？洋品种是新鲜事物，我们背后有大公司做后盾。大公司？顾问呢？你说的顾问下周就来，你上周也说下周，上上周还说下周，人呢？没话说了，那就还钱，我要退股。退股！乡亲们听我说，钱已经打给公司了，退不了。那你们自己掏，你们拿了多少钱，就给老子吐出来多少。对，你们吐出来。刘强、赵德厚，你们2个不得好死！这是瓜吗？简直是琼浆玉液！我做了20年水果生意，今天算开眼了。我先来的，刘师傅，这一车我要了，15万，我马上转账，马上15万！你打发叫花子呢？我出18万，刘师傅卖给我。各位老板，冷静，听我说，这一茬的瓜还没到最好的时候，再等3天，就3天。3天就3天，我等。这是5万定金，刘师傅你收下，谁的钱也别收，就收我的。我交6万，我不要这茬的，下茬的瓜我包了。刘师傅，求你了，都先给我闭嘴！
刘师傅，我们孙老板发话了，30万，这一车他全要了。另外，下个月他儿子结婚，点名要您的青山蜜做主果盘，价钱您随便开。30万一车瓜，师傅这是种出了个金矿啊！行了，这车给孙老板。刘师傅，我公司年会也要用您的瓜，50盒，价钱您放心，绝对市场最高价。刘师傅，我那几百家连锁超市想跟您签长期合同，1年不10年包销，求您给个机会。听说了吗？金穗村炸锅了，刘青山那一车破瓜现在卖到了30万。30万？你他妈脑子进水了！千真万确，城里孙老板亲自开车去的，30万现金，一沓一沓直接码在地上，后面的老板抢着加价，连下茬的瓜都被包圆了。哟，强子来了！你那个什么洋品种卖多少钱一斤来着？强子，你不是放话，刘青山的瓜要是能卖3万，你就把村口这石头啃了吗？现在人家最高卖到30万一车，你是不是得把这条路全舔干净？放屁！全他妈放屁！30万，他刘青山算个什么东西？那是炒作，雇的团儿！你们这帮蠢货还真信？死鸭子嘴硬，人家现金都拉回家了。闭嘴！给我闭嘴！老子种的才是好瓜，他那个破土瓜早晚烂地里。刘强，你个王八蛋！张老板，您听我说，那尾款我都打听清楚了，刘青山不是自己跑了，是被你这个蠢货赶走了。拿着老子的预付款种了一地烂瓜，现在金穗村的瓜卖疯了，我的客户全他妈跑了。张总，您听我解释。解释个亏！合同作废，立刻把预付款给我吐出来，少1分你就等着吃官司吧。强子，怎么了？张老板催你发财啊！滚！都他妈给我滚！完了，看样子咱们杏花村彻底完了。家人们，到了，看见没？青山蜜瓜，我跟你们说，这地方的空气闻着都带一股甜味儿。老乡您好，打扰一下，请问一下，那个蜜瓜种植大棚怎么走啊？往前走，看到那2棵大银树没有？从这儿右拐就到了。青山正在棚里拾掇瓜瓤子呢。哎，您怎么知道我是来找他的？嘿，现在来我们金穗村的，哪个不是来找他的？师傅，这瓜怎么卖啊？给我来一个。31个，30，行，我要了。去年我去那个什么杏花村，好家伙，村口站了3个人，一人拽我一条胳膊，都说自己家的是最正宗。师傅，跟您打听个事儿，您是金穗村本地人吧？土生土长，祖上8辈儿都在这儿刨土。那您觉得刘青山来了之后，你们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讲讲呗。变化？以前想卖瓜得拉着板车，天不亮就去镇上，现在不用了。什么意思？他来了，顾客就来了，顾客来了，我们的瓜就卖出去了，就这么简单。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刘师傅，这鸡汤我媳妇炖了1下午，专门给你补身子的。这个是我们家地里长得最大的一个瓜王，给你放窗台上了。刘师傅，俺爹让俺送来了，他自己酿的高粱酒，买了5年了。刘师傅，大娘，您这是？韭菜鸡蛋馅儿的。我孙女说，你在杏花村的时候最爱吃这个。大娘，我儿子在城里打工，1年到头就回来一趟。以前日子紧吧，家里就我跟孙女，他想吃顿饺子，我得把鸡蛋攒上半个月。现在不一样了，托你的福，村里开了民宿，我那2间破屋子，1个月挣的比我儿子寄回来的还多。我孙女现在想天天吃饺子都行。刘师傅，俺们庄稼人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没有你，我孙女现在还吃不上1顿饱饭。这盘饺子你快吃吧。好，
谢谢大伙儿。这就对了，刘师傅，鸡汤你趁热喝，锅放着就行，我明天早上过来收。农家乐17家，这个月流水100万，民宿10家50万，还有咱们那个花圃园、土特产销售点、停车场，乱七八糟加起来，这个月总共是300万。我的天呀，300万，我没听错吧？没错，刘师傅来的第一个月才20万，2个多月，同志们，刘师傅来咱们村满打满算也就2个多月。这哪是人呐，这是财神爷下凡。以前咱们眼红杏花村，做梦都想像他们那样，现在呢，反过来了。昨天我去镇上开会，碰到杏花村的赵大刚，那老小子脸都绿了，看见我就跟看见了仇人似的。那可不，就得让他绿，谁让他以前那么看不起咱们？所以我提议，在合同上给刘师傅加1年底分红，村里所有旅游相关收入的纯利润拿出10%，单独给刘师傅。老周，你是不是疯了？10%？你知道300万的10%是多少吗？30万，这还只是1个月，1年下来呢，几百万，凭什么？就凭刘师傅让家家户户过上了好日子，就凭昨天晚上全村人自发的去给他送东西。老张，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只认合同，只认公章。你们这是胡闹，这是要把村集体的钱往外扔。我是会计，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告诉今天这事儿，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没有刘师傅，你守着那堆破合同去喝西北风吧。周云，老张，有话好好说。放开我，周云，你这是以权谋私，你这是要毁了我们金穗村，我告诉你门都没有。我看你才要毁了我们村。你现在滚出去问问全村所有人，看他们是想要你的破合同，还是要刘师傅这个活财神。村长，你看这。看一看，瞧一瞧，他们怎么也来了？脸皮真厚。赵德胄拿了省里的扶贫补贴，项目挂了号，有资格。呸！这他妈是给人吃的东西吗？这位大哥，怎么了？你管这叫瓜？这比我啃的生萝卜都硬，一点味儿都没有。你是卖瓜还是卖石头？又涩又苦，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瓜。退钱，虽然是免费的，但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的数据显示是甜的。肯定是你们味觉有问题，对，是你们的嘴巴坏了。这是什么神仙瓜？入口都是香的，甜，太甜了，是清甜，吃完了嘴里还有一股花香味儿。我活了60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蜜瓜。我妈的，废物，饭桶！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凭什么？凭什么？你问我，我问谁？老子让你引进高科技，你他妈就给老子引进来一堆垃圾！我的钱，我的脸。不是我的错，是刘青山，是他搞的鬼。刘青山，我今天非得揭穿他的把戏，看看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法。刘青山，你他妈的给老子说清楚，你这瓜里到底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赵村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乱说？你这瓜甜的不正常！大家快啊！这个人为了拿奖金，为了挣黑心钱，卖这种害人的毒瓜。就是，大家别被他骗了，这种瓜吃多了要生病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嘴巴又不是摆设，是不是糖心我们吃不出来吗？人家这瓜是天然的清甜，你那瓜才真叫人没法吃。没错，我婆家都吃了，好得很。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刘青山，你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把这瓜拿去检测？检测就不必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赵村长，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吗？筋皮玉肉，纹路像画上去的一样，这瓜有看头。老陈，你快尝尝，这不是糖，绝对不是，这是瓜本身的味道，这甜度，这口感，还有这吃完之后满嘴的花香。我搞了一辈子水果研究，今天算是开了眼了。种瓜的人呢？谁种的？张会长，教授，瓜是我种的，我叫刘青山。你这么年轻，你用了什么药方？还是说用了什么新技术？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笨办法，用我们村的土，使我们自己攒的农家肥，看天吃饭。最要紧的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老种子。老种子？你说的是咱们本地的传统品种，没绝种吗？我爷爷、我爹还有我3代人传下来的种子不是死的，人能让它活，也能让它记住这片土地的味道。好一个记住土地的味道，这份心，这份传承，比什么高科技都金贵。胡说八道！张会长，您别被他给骗了，他那叫什么技术？那是落后，是倒退。我这才是未来。您尝尝我的，省城大公司引进的无土栽培，电脑控制，甜度、水分、光照全都是数据，是科学，是现代农业的脸面。
这就是你说的高科技，又苦又涩，你管这个叫瓜？胡闹，简直是胡闹！数据能算出产量，能算出个屁的风味。这洋品种一离开实验室就是个废物。种地不是拼积木，是要对土地有敬畏的。张会长，你消消气，我们杏花村可是投了几百万搞这个项目的，你不能因为这个土包子几句话就否定我们为现代化做的贡献啊！几百万，你们花了那么多补贴，就种出这一堆连猪都不吃的烂玩意儿。人家一个年轻人守着几颗老种子，种出来的是人间美味。现在你告诉我，到底谁才是那个不折不扣的土包子？各位安静！第10届全省农业博览会金奖的评选结果现在就在我手上。经过我们专家评委组3天3夜不眠不休的综合评定，从口感、品相、种植技术到市场潜力，真正的瓜王获得本届农博金奖的是金穗村青山蜜瓜，恭喜！青山，我们村的瓜是金奖，金奖啊！我们金穗村要出头了。好小子，我吃了40年的瓜，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味儿。这才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宝贝，好好守住你的老种子，那才是咱们农业的根，是咱们的命。谢谢张会长，我一定会的。刘师傅，我是省农科院的老陈，你别推辞。下个月省里有个传统品种保护与开发的研讨会，你必须来。陈教授，我就是一个种瓜的泥腿子，我哪会做什么报告？胡说！你比我们都有资格。那些数据、那些论文，能让老祖宗的种子重新活过来吗？我搞了30年研究，你是头一个，你就是最大的专家。刘师傅，你听见没有？省农科院的专家请你去做报告。你现在是咱们金穗村，是咱们全省的大人物了。完了，全完了！他凭什么？他凭什么能得金奖？不就是几颗破老种子吗？凭什么？你他妈还有脸说凭什么？我他妈想扒了你的皮！干什么？当初是谁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说你那狗屁的洋品种1年保底1000万，我才信了你的鬼话，把全村人的养老钱、救命钱全都投了进去。哎，那不是杏花村的吗？刚才在台下脸都绿了。好像是村长和他外甥闹内讧了，有好戏看了。那是个意外，评委他们不懂，他们没见过世面。意外？去你妈的意外！刘青山现在拿了金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今天起，全省的超市、酒店、水果批发市场，他们的电话都会被打爆，订单会像雪花一样飞到金穗村，飞到刘青山那里。而我们杏花村的瓜，我们这堆垃圾，连他妈摆上菜市场的资格都没有，你懂不懂？那怎么办舅？你得想个办法啊！你不能不管我呀！怎么办？你现在问我怎么办？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破玩意儿，连个铜奖的边都没磨着，投资人的电话打不通了，全跑了，村民的几百万全他妈打了水漂！你以为你还能在杏花村待下去？你回去试试！村民不把你活剥了，我就不姓赵！舅，你不能走，你不能就这么走了！我们是签了合同的，你要是敢跑，我就去告你！告我？就凭你这个废物，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所有投资风险由你一人承担。我赵德厚只是个替你跑腿的，你拿什么告我？呸！活该！还以为洋玩意儿多了不起呢，赶紧拍下来发村里群里，年度最大笑话，牛皮吹上天，结果摔成了狗。外面还有几桌没上菜，7桌，外面还有人排队呢。老板，还要等多久啊？快了，马上就好，下一锅就是您的。你半小时前就说快了。我以前天天愁那3张桌子坐不满，现在倒好，15张桌子都不够坐。这都是托了青山的大福气，没有他，我们还在喝西北风呢。老周，棚里都搬空了，彻底供不上货了，人家订货的电话还在打。以前外地人哪能瞧得上我这瓜，现在倒好，这几十亩地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老周，今天又发大财了啊！发什么财？都是托刘师傅的福，我们全村都是跟着刘师傅喝汤的。富贵，你这是干什么？卖废品，能卖一点是一点，总比扔了强。你的农家乐关了？关了。
3个月，整整3个月，一个鬼影子都没有，灶台都他妈生锈了。这锅跟了我5年，刘青山在的时候，我一天用它炒几10份菜，锅底亮的能照出人影。现在呢？现在它就是一堆废铁。那牌子挂了多久了？3个月。没人问吗？问，有啊，人家一来就问你们村还有刘青山的蜜瓜吗？我说没有，人家掉头就走，连口水都懒得喝。我的民宿也关了，8个房间空着8个，贷款利息都打垫不上了。营说再宽限几天，人家问我几天，我说不出来呀。以前刘青山在的时候，我这院子哪天不是翻台翻到下午3点？现在连苍蝇都懒得飞过来。第几天了？第17天。他出来过吗？没有，窗帘都没拉开过。这畜生是打算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到死。我儿子打电话说学校要交2000块学费，我投了3万啊！现在我连2000块都拿不出来。刘强，你出来给我儿子交学费啊！你这个天杀的！别喊了，省点力气吧，他不会开门的。我数了，数什么？我昨晚你还能活几天？20户，整个杏花村就剩下20户窗户还亮着灯。农家乐的贷款还不上，银行的人天天打电话，跟催命一样。他带着媳妇儿跑去南方了，我那才5岁的孙女啊，就丢给我了，天天晚上哭着喊爸爸。我怎么说？我跟他说你爸不要你了啊！农家乐关了，民宿关了，年轻人全跑了。咱们几个老不死的就坐在这儿等死吗？等村子彻底变成一座坟墓吗？那你说怎么办？去金穗村求刘青山回来。富贵，听说了吗？听说什么？村口那几个老头，老张头，他们要组织全村人去金穗村。去金穗村干什么？去求刘青山回来。他们要去求刘青山回来。你说什么？我说，他们要去求刘青山回来。什么时候？明天一早。我也去，算我一个。当初我家穷的连盐都买不起，是青山哥手把手教我们家种那1亩瓜，我们全家才活了下来。这封信，我写给他的感谢信，我一直压在箱子底。我以为这辈子都没脸拿出来了。这是我儿子满月的时候，青山哥送的瓜钱，我说什么都不要，他硬塞给我。他说孩子金贵，不能亏了，这钱是恩情。都安静！你们欠的是人情，我这里记的是钱。青山每次从地里干完活，浑身是泥，就来我店里吃饭。我说兄弟不要钱，他非要给，1分都不能少。我犟不过他，我就把他给的每1分钱一笔一笔全都记在了这个本子上。我想着年底凑个整一起还给他，给他一个惊喜。可我没还成。老张，你看那边乌泱泱的是什么人？杏花村的人。杏花村？他们来干什么活？见鬼了！站住！大妹子，我们来找刘青山。找他干什么？求他回去。回去？当初是你们杏花村的人有眼无珠，欺人太甚，把人往死里逼。现在倒想起我们刘师傅的好了，我呸！我告诉你们，现在刘青山师傅是我们金穗村的人。是，我们不对，是我们混蛋。大妹子，你就让我们见山子一面就一面。没门儿！他在你们杏花村累死累活种了10几年的瓜，带火了你们村的民宿、农家乐，让你们家家户赚得盆满钵满。你们呢？你们怎么对他的啊？5000块钱就5000块钱就把人打发了？大姐、大哥，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带了欠条，带了感谢信，我们是来还债的，是来给青山哥磕头求他原谅的。还债、原谅这些东西，不是感谢信，这是你们杏花村的罪证，是你们造孽的证据。滚！从哪条路来的就从哪条路滚回去。我们金穗村
不欢迎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滚出去！这些都是你记录的？有一部分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补的。这是你们家传的种植记录？我爷爷那辈儿就开始记了，从选种、育苗、移栽到授粉、采收，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我接手之后又补了一些。30年，我搞了30年农业研究，能把传统种植经验记录的这么系统、这么科学的，你是头一个。这个谱系图也是你自己画的？我爷爷种的是老品种，产量低，但味道好。我爹试着改良了一代，产量上去了，味道差了点。我结合他们俩的经验，又试了10几种杂交组合，最后才定下来现在这个品种。3代人，60多年，就为了一个品种？我爷爷说过，种子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给你长好东西；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这份记录就是我们刘家3代人对土地的交代。这里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空的？我爷爷生前有一年闹灾，瓜田绝收，他打击太大，那一年什么都没记。后来我根据他的口述，把那一年的事补上了。绝收的年头也记，连失败的也记。我爷爷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金贵，记住为什么失败，以后才能少走弯路。小刘，我问你，你知道你这份手稿意味着什么吗？我就是想着这些东西不能断了，得传下去。你这手稿记录的是咱们本地的土品种、土办法，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这些东西再不抢救，再过20年就全绝种了，全都没了。现在年轻人谁还愿意学这个？都跑去搞什么高科技农业了。结果呢，洋品种水土不服，化肥把土地搞板滑了，农药把蜜蜂都毒死了。到头来还是得靠咱们自己的品种、自己的办法。小刘，你的手稿不是一份普通的种植记录，这是一份农业文化遗产，是无价之宝。小刘，周村长，等一下，还有一件事，你那份手稿我想复印一份，放在哪里？原件你自己留着，那是你们刘家的重要东西。行，小刘，我多问一嘴，你如果有机会回杏花村，我听说那边的情况。会回去，我爷爷的坟还在杏花村，每年清明我得去给他上坟，别的不用了。周村长，走，回去，地里还有几十亩瓜等着我收拾呢。刘师傅，你刚才说别的不用了，是气话吧？我不恨，不恨，他们那样对你，恨什么？没有他们那一脚，我还在杏花村给那帮白眼狼免费种瓜，种一辈子。那一脚，刘强他一脚踩碎了我的瓜苗，也一脚把我从杏花村那个烂泥里踹了出来。没有那一脚，我哪有今天？看，这就是那些被踩碎的种子，我没舍得扔，我把它们带到金穗村，用金穗村的土把它们重新种活了。所以你那些甜的吓人的瓜，就是用这些碎掉的种子种出来的？不全是，但我专门留了一垄地，用的就是它们。那一垄地长出来的瓜比所有瓜都甜，种子碎了还能活。人也一样，那道裂痕就是我的根，没有根，我长不出今天这些新枝丫。刘师傅，金穗村就是你的家，不管你以后走到哪儿，金穗村永远有一个院子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怎么样？见着了吗？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见着没有？金穗村的人把村口堵死了，我们连村口都没进去，他们不让我们进，连面都没见着。没见着，人家说了，青山现在是金穗村的活财神，是他们的宝，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这是咱们自己造的孽啊！报应，这就是报应。青山在咱们村的时候，你们都忘了？农家乐门口的车都停到村外1里地了，这大槐树底下坐满了人，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刘强那个畜生赶他走的时候，我们就这么看着。王老四指着青山的鼻子骂：“瓜苗绑狗腿上，狗都能种出来。”我们也在场，我们就在旁边听着。我们没拦，一个都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都没有。没拦就是帮凶，我们就是往他心口捅刀子的人。现在好了，农家乐关门了，民宿里能饿死老鼠了，年轻人都跑光了，村里跟个鬼村一样。我们现在去求人家，连村口都进不去，这不是报应是什么？我们忘了本儿啊！是啊，忘了本儿啊！EC 值超标了！我昨天晚上怎么说的？
啊！让你们半夜3点起来调养液，你们是不是把我的话当放屁？强哥，我们调了，可是这瓜苗它就是不吸水啊！不吸水？你跟我说它不吸水，你是干什么吃的？种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它不吸水你就给它灌下去，用针管打进去也得给我打进去。强哥，这养种子太金贵了，我们不敢乱动啊！不敢动？我看你们就是懒，就是不想让咱们杏花村好。你们是不是收了刘青山的好处了啊？故意给我使坏！刘强，干什么？没看我正开会呢？你给我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大姑，你干什么？一个瓜而已，大惊小怪。一个瓜？我把我养老的钱，我儿子给我娶媳妇的彩礼钱全都投给你了，你就给我种出这么个玩意儿？你当时怎么说的？你说这是金种子，种下去长出来的都是金元宝，这就是你的金元宝啊！这玩意儿拿去喂猪，猪都得嫌它磕碜，都得把猪院拱了。那是意外，是技术员操作失误，下一茬就好了。下一茬？还有下一茬？你看看这满棚的死银子，你拿什么下一茬？拿我们的骨头当肥料吗？对，刘强，你给我都给我闭嘴！谁敢再说一个钱字儿，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是科学，科学懂吗？科学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们这帮蠢货！刘强，你。那位是杏花村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刘强。我就是。你谁呀？我是新农业科技市法务部的。我宣布，杏花村新农科技合作协议终止。你说啥？啥就终止了？别碰我！杏花村种植基地自签约至今销售额为0，按照合同第7条第3款，半年内未能完成50万销售指标，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放你娘的屁！我们入股的钱全投进去了，拿来的钱。对，就是你们这帮干黑心奸商！我告诉你们，我们杏花村的人不是好欺负的。那是你们的事儿，合同白纸黑字，各位都签了名，按了手印，赖不掉。不过，我今天可以善心大发，再告诉你一点。刘强的村长赵德厚当初为了让我们公司把这个金种子项目引进你们杏花村，可是收了我们足足50万的推广费，不然就你们这个穷山沟，我们公司看都不会看一眼。冤有头债有主，要怨就怨刘强和赵德浩吧。他刚才说啥？50万？那我们欠公司的500万的债怎么办啊？富贵哥，我不知道啊，我早就怀疑你们哪来的钱在县里买房，在村里干别墅，原来是拿我们的血汗换的。刘强，你们对得起谁？对，我今天要好好说话，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就在那看着，好好看着，看看你做的好事是什么下场。还有他，赵德厚，你的存款不是冻结了吗？没事，你家里这些东西也能抵债，砸！各位，300万违约金，今天是最后期限。我这个人耐心有限。王经理，再宽限几天吧，求求你了，就几天，我们去卖血去要饭也给您凑上啊！合同白纸黑字，看清楚，要么现在把钱给我，要么我就报警，让警察跟你们谈。操！都他妈别哭了，哭能哭来钱吗？存折1本，现金2000，还有我结婚时候的金手镯，全在这儿了。经理还差5000，我给你打欠条。5万，这是我给我所有亲戚借的，全在这儿了。我这儿还有2000，我这儿有5000是给我娃上大学的钱啊。摩托车卖了，洗衣机也卖了，我媳妇陪嫁的银镯子都卖了啊，就凑了5300块。民宿卖了，银行的贷款还了，就剩这7万了，全在这儿。王经理，这是我在县城买的房子，折了10万，还有我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给银行，换了80万。290万，还差10万。算了，看你们这么有诚意，我们公司就当吃点亏，这10万不追究了，我们两清了。等等，我们村不是还有他们公司赞助的设备吗？那些铁疙瘩看着也不便宜，应该能抵一点钱。喂，对不起，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电话全都打不通。公司呢？公司他妈的在哪儿？省城，合同上有地址，在省城。你们俩现在给老子去省城，找不到公司，你们就别他妈回来了，给我滚！就这儿啊？这就是你说的省城大公司，连块牌子都没有。不可能，地址就是这儿。喂，王经理，接电话，快接电话！您好，您所拨的号码都是空号，你他妈的跟我说这是大公司？这儿啊，这都空了1年多了，听说欠了好多物业费跑路了。看着就不像什么正经地方。喂，你们干嘛的？这里已经1年没租出去了，还欠着我们1年物业费呢。空的！你不是说1年保底1000万吗？公司呢？钱呢？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新农业科技公司，省城大公司，10几万设备白送，几十万扶持金，我他妈信了。我跟着你在台上喊刘青山的过时了，杨品种1年保底1000万，我把刘青山那棵摇钱树亲手赶走了。结果呢，这他妈就是一个租来的地下室，几张破桌子，物业催缴单提了1年了。我说瞅我们有啥的办，跟狗一样。不会的，王经理给了我们50万。50万，让我们替他们煽动村民，全村的500万一打进他们的账户，立刻就转走了。合同里的培训指标从一开始就是个套，根本完不成就是违约。他们就赌我们会砸锅卖铁去凑那笔违约金，用50万换成700多万。我们俩从头到尾就是他们鱼竿上吊着的2条蠢货。公司呢？钱呢？好了，皮包公司从第1天起就是假的。假的？你他妈再说一遍！你们俩当初在台上是怎么说的？省城大公司1年保底1000万，我把给我儿子上大学的10万块全投进去了，我儿子的前途啊，20万的高利贷，3分的利呀！你们让我拿什么还？我那10万块养老钱，我老伴昨天跟我说他的病不看了，千万不能去坐牢啊！你们2个畜生，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你摸着你的良心，当初刘青山在这儿的时候，咱们村是什么光景？农家乐门口的车停不下，民宿要提前2个礼拜订，是你们俩把他活活赶走的。你们说青山蜜瓜过时了，说杨平在哪儿，未来在哪儿？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把全村都折腾到火坑里了。张德嫂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没了，第2年为了这事背了20万高利贷。王老师的棺材本都让你们给骗光了。刘强、赵德厚，你们俩就是我们杏花村的罪人。所长，就一句话，我们的钱还能不能追回来？县里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但是这家所谓的新农业科技公司不是第一次了。什么意思？去年临县一模一样的套路，杨品种告红利，骗了2个村，卷走了400多万。400万？那钱追回来了吗？前年其他地方也出过一模一样的事儿，换了个名目，那些人没多久就没影了。听说那从头到尾就是个套，真正管事儿的一个都找不着。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的养老钱啊，我老伴的救命钱啊！账户在境外，钱一到账，很快就转走了。等你们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没影了。一样的合同，一样的做法，听说上面已经在查了，但这种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长，我们村那300万，那是他们设的最后一个套。你们村入的，加上邻县的、隔壁市的，前后加起来1000多万。这些钱进了境外，能追回来的希望不大。大家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专案组会尽全力，但是你们所有人都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可能1分钱都追不回来，可能只追回来一小部分，也可能要等很久很久。等多久？我老婆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那边
今天又来了几辆大巴，8辆，停车场都停不下，全停到村外那条路边上了。8辆，想当年刘师傅在的时候，咱们这儿的大巴能从村口一直排到那条黄土路头上。我在金穗村的亲戚刚跟我说的，刘婶家农家乐的桌子翻台翻到下午3点，门口排队等吃饭的人坐了一长排的塑料凳子。老孙家的民宿房间订到3个月以后了。老周的瓜园一天发3车货，他刘青山的爷爷坟还在咱们村后山埋着呢，这本来就该是咱们的。富贵儿，别说了。为什么不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就隔着一条破黄土路，人家是天堂，咱们是地狱。本来天堂是咱们的，是咱们亲手把他推出去的。是我们造的孽呀！老板娘，还有位置吗？我们一家人开了好久的车过来的。没了，您要么在门口等等，要么赶紧去村东头老孙家看看，去晚了也得排队。哎，听说了吗？杏花村那帮人赔了个精光。谁不知道啊？入股的500万，赔偿款300万，1分钱没剩下，全让那皮包公司给卷跑了。可不是嘛，我二姨家的表侄子准备结婚的婚房钱全投进去了，现在婚也结不成了，还有借高利贷的。王老四那个老头一辈子的养老钱全空了。呸！这就是报应，当初把咱们刘师傅赶走的报应，活该。他们那个村主任赵德厚当初不是说吗？把种子绑狗绳上，那狗都比刘青山强。现在呢，他自个儿的存款不也一分不剩，全给了骗子了，真是笑死人了。活该！我说啊，赶走财神进水，我看他们不是脑子进了屎，一群蠢货。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跟那帮蠢货置气，我得回去了，我家民宿的客人还等着吃饭呢。老婆，快来！这个角度能把整个金穗村都拍进去。拍好看点啊！我要发朋友圈。哎，那边怎么灰蒙蒙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杏花村。杏花村就是那个把刘青山赶走，结果被皮包公司骗光了家底儿的杏花村。就是他，我刚查了，村民集资500万，违约金又赔了300万，整整800万，全村的家底儿一晚上全没了。我的天，800万！他们为了个啥洋种子把刘青山师傅给赶走了？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叫罪有应得。金穗村把刘师傅当成宝，人家现在是天堂；杏花村把刘师傅当成草，现在好了，成地狱了，活该！我跟你说，这种人不值得同情。谁说不是呢？就是这儿，网上的攻略说刘师傅当年就住这儿，你们看，太朴素了。谁能想到给金穗村带来千万财富的人，自己就住在这么个地方？这才是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匠人。哎，你们看这个，什么东西啊，一惊一乍的。这是刘师傅的账本，记录了10几年的种植数据和销售额。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当然是离开你这个废物。你说什么？林小曼，当初是你自己哭着喊着求着要跟我的，你说刘青山那个窝囊废挣不出钱来，你说跟着他糟蹋了你。当初是谁说省城大公司保底1年1000万？结果呢，是个皮包公司。是谁说要带全村发财？现在全村人砸锅卖铁给你还债。还有是谁说刘青山的种子连条狗都能种？结果人家现在一车瓜卖10几万，你呢，就是个天大的笑话。这孩子不会要。林小曼，你敢？这是我刘强的种。你的种？我一想到跟着你的每一个晚上，我都犯恶心。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我林小曼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当初瞎了眼抛弃刘元山跟了你，你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林小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以为你现在去找刘青山，人家还会看上你？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孩子，你别怪妈狠心，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没有个好爹。刘青山今晚会出席省城商会的年会，我要去找他。他当初那么爱我，一定会原谅我的。
青山，你等着我。刚出锅的，还烫着呢，你快尝尝。就这么点儿，刘青山，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每次就买一小袋儿。下回我给你买一大麻袋。一天到晚就知道擦你那几颗破种子和烂铲子，能擦出钱来吗？能擦出别墅吗？这个窝囊废！你对我好，你的好值几个钱？刘强前天刚在县城给我全款买了房，村口给我盖的别墅地基都打好了。你呢？你除了会说对不起，还会干什么？青山啊，不是我说你，你那几亩破地种了蜀里出个什么名堂了？小曼跟着你，那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种出什么了？我告诉你，种出了一屁股还不完的债，种出了一堆擦屁股都嫌硬的胆怯信。说完了，说完了就给我滚！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立刻从我的家里滚出去！5年了，他对我好了整整5年啊！他舍不得我吃一点苦，他冬天会把我的手揣进他怀里暖着，他舍不得的，他绝对舍不得我，他一定还爱着我。只要我回去，只要我认个错，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刘师傅，我是省城果品批发厂的，您呢？青山蜜毫能不能赏我们一个独家代理？求您了！回去让周村长安排。刘大师，我们是省文化传媒集团，想给你做个专访。专访就算了，地里活忙不过来。各位老板，合作的事儿回头统一谈。刘大师，我父亲是省商会副会长，上次孙老板家公子大婚，您那瓜一切开，满屋子都是仙气儿，我到现在做梦都是那个味儿。孙老板那场，我记得那车瓜是他提前3个月订的。愣着干什么？东西拿上来，一点心意。您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爸。下个月公司年会您必须来，就讲2句。讲话我不会，种瓜可以。到时候我带上几筐瓜，给各位老板尝尝鲜。这位女士，刘师傅今天累了，合影免了，想拍改天去金穗村瓜田里让你拍个够。山子，这是谁呀？哪来的穷鬼？你这脸不会是这宴会厅暖气太足，把你这化妆品都给热化了？看看这件破裙子，我没记错的话，是刘大师当年省吃俭用攒了3个月钱给他买的吧？还穿着呢。当初不是嫌弃刘大师种地没出事，种不出钱来吗？怎么，你的那个姘头破产了，倒台了，又舔着脸跑回来找接盘的了？山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求求你了。你还有什么脸叫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现在是什么鬼样子？你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在座的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跑来这里胡闹，是想给刘大师抹黑吗？出去！走。刘青山，你站住！你看看我是小曼啊，刘青山，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去找刘青山了？我知道你管得着吗？你放开我！当初离开刘青山跟了我，现在看我倒了又跑回找他，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刘强？你太过分了！怎么了？你跑去省城找刘青山，人家要你吗？人家现在搂着别的女人，把你当条狗一样晾在门口，你还有脸回来？要不是你这个骗
你他妈还有脸说我？刘强，你敢打我？要不是你没钱了，我至于去打掉孩子吗？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那什么洋品种1年保底1000万，全他妈是放屁！孩子，他还把孩子打了！我的天，这2个人，你们都看看，就是这个骗子，他把全村人的钱都骗光了，让我们砸锅卖铁给他还债。他说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言而无信的家伙！臭娘们儿，我打死你！救命啊！你背着刘青山跟我睡了小半年，怀了我的种，还他妈有脸跟他商量彩礼？那野种是你自己亲手打掉的，你连自己亲骨肉都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这个毒妇！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女人跑去省城找刘青山，人家根本不理她，活该！这2人狗咬狗，没一个好东西。刘强骗了我们家的钱，这个女人绝不是什么好货。赵德厚，你涉嫌多项违法违纪，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不是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是刘强那个王八蛋骗我的。骗你？你在杏花村洋品种种植项目中收受新农业科技公司50万推广费，是不是你？我没有，我不知道。他说那是给我跑腿的辛苦费。签订虚假合同，挪用村民集体资金，造成800多万。我也被吴姐骗成他保底1000万，我信了呀。你怎么被骗的？赵德厚，你还是人吗？我养老的钱，我存了一辈子的钱，全让你骗走了。我儿子结婚的拼房钱呀，我们家借的高利贷呀，你说稳赚不赔，现在让我们怎么活？你这个奸杀的！连扶贫款都偷，你的心是黑的，是石头做的吗？你是村主任，引资项目必须经过村委会和集体议事流程审批，你绕过所有人私自拍板。那些把钱交到你手里的村民，他们找谁说理去？刘青山要带我们种瓜，你说他没本事，非要搞你那什么不靠谱的品种。现在好了，全村让你坑得底儿掉，你对得起谁？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乡亲们，我给你们磕头了，我不是人。打死这个骗子，还我血汗钱，下半辈子就烂在牢里吧。都冷静，妨碍公务是犯法的，我们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你等着遭报应吧。造孽呀！一个好好的村子，就让这2条狗给活活祸害了。你看，赵德厚供出了刘强，现在刘强也被抓了，判了整整12年。哈哈，老天开眼啊！判得好，这种人就该在牢里烂一辈子。可惜了。什么？可惜？他差点把我们全村都毁了，你居然说可惜？我是说，他本来可以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杏花村当年多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把福气全做没了。别想那个王八蛋了，不值当。听我说个高兴的。什么？省里批了，咱们的青山蜜瓜要去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真的？陈教授说了，你那本手稿，省农科院要给你出书，就叫《青山种瓜法》。那是我爷爷的功劳。刘师傅，你看，这就是咱们打下的江山。这只是个开始，我要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最好的瓜在咱们金溪村。刘师傅，你变了。嗯？现在，你的眼睛里有光。因为我找到了对的地方。那个杏花村呢？你真不打算回去了？每年清明回去给我爷爷上炷香，别的都过去了。那杏花村会好起来的。赵德正被抓住了，根烂了，拔掉就行。只要还有人愿意种，那片地就死不了。爷爷，我又来看您了。这是今年头茬瓜，您尝尝，比去年的还甜。您教我的手艺，我守住了；您说的本分，我也守住了。金穗村的乡亲们对我很好，您放心。走吧，回家。谢谢。
怎么不走了？看什么呢？看家。